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情感百度。今天咱们聊一种一直存在于我们大脑中却极易被忽略的超能力。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些情况？老师点名回答问题，你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会找自己，然后就真的叫了你的名字。考试的时候有道题不会做，但你的第一感觉告诉你应该选这个，结果出来还真的对了。你第一眼看一个人就觉得这个人不好相处，之后发现他真的强势刻薄脾气大。有这些经历的小伙伴可以弹幕1。那么问题来了啊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猜得这么准？是纯粹蒙对的，还是运气好呢？其实都不是，而是一种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超能力，直觉或者叫潜意识。它不需要证据实验，有意识的推理，在一些不明原因的情况下迅速出现在脑海里，可能是一个想法，也可能是一种信念。是不是有点玄幻？你可能会想了，这东西能靠谱吗？其实在很多情况下，你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。比如乔布斯，他就丝毫不否认直觉对自己的影响。他说直觉是非常强大的，甚至比智力更强大，所以他在推新品的时候基本不做市场调查，也没有经过严谨的逻辑分析，很多决定是短短几秒钟内完成的。爱因斯坦也觉得科学的一切伟大成就都始于直觉的知识，从不言自明的公理出发，才能加以推演。另外，丹尼尔·卡尼曼在《思考快与慢》中提到一个实验案例，也论证了直觉的可靠性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亚历克斯·托多罗夫给他的学生展示一些人脸图片，展示的时间很快，有的图片就是一闪而过，然后让学生分几个维度来评估这些人，比如做事能力、可爱程度之类的。结果所有学生对这些人评估的结果非常一致。更神奇的是，教授给他们看的这些人并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参加竞选的政治家们的照片。学生们并不了解这些候选人的背景。竞选结束后，教授把竞选结果跟学生的评估进行对比，他发现 70% 在竞选中胜出的人，恰好是在照片评估中获得较高评价的人，也就是只靠直觉判断就能预测出 70% 准确度的竞选胜出者。所以你看，这种直觉性的潜意识就像一种神秘的力量，在理性思维之外默默地帮助我们，才使得一些跟着感觉走的决定也能成为明智之举。下面咱们看一下这个好像不科学的精神活动的科学依据。其实人的认知方式有两种，一种是通过证据逻辑进行分析产生的分析型认知，得动脑子；另外一种是无意识的快速的不费脑力没有感觉的直觉性认知。比如一只狗朝我跑过来想咬我，我第一反应肯定是撒腿就跑，而不是去算这只狗离我有多远，我俩速度差是多少，对吧？事实上，我们在生活中用到的直觉性认知要比分析型认知多得多。物理学家列纳德·蒙洛迪诺在潜意识中提到，人的感觉系统每秒都在向大脑传递1100万 bit 的信息，但我们的大脑每秒能处理的信息量只有50 bit 左右。换算一下，后者是前者的100万分之 4.55。如果大脑中的意识部分要处理这么大的信息量，就会不停的死机。之所以我们每天的感知、记忆、判断、决定看起来毫不费力，就是因为绝大部分的信息被大脑中意识之外的那部分承包了。这个东西过期了，能不能吃？那个家伙让我滚是什么意思？这些完全不用思考，直接就能判断了，因为它可以对当前的情景进行即时解读。当我们产生直觉的时候，实际上已经预先在大脑中经过一个快速评价的过程。第一步，捕捉环境中的一些线索，比如声音、画面等细节。第二步，大脑对你过往的知识和记忆进行快速检索。第三步，大脑结合你当下的情绪状态，给到最佳答案。第四步，这些答案让你产生相应的想法和决策。严格意义上说，直觉也是一种分析，只不过这种分析有极大的主观性，而且是在大脑意识之外快速完成的。它分析的理论依据来源于我们之前的经验和当下的情绪。经验咱们都知道，说的专业一点叫做载人启发，就是用直觉做决策的时候，往往会偏向于我们熟悉的选项。比如我们去超市买东西，都会选自己听过或者用过的牌子，而新牌子我们会觉得它不靠谱，这也是为什么品牌都喜欢砸钱做广告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，科学家认为可能源于进化论，熟悉的环境会让我们有安全感，所以说不管别人家多好，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。除了经验，情绪则影响我们如何提取和利用经验。第一个影响是构想，就是在提取经验的时候，情绪对当前的情境产生的是积极的想法还是消极的想法，这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判断。比如你今天心情不好，就总觉得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感觉喝凉水都塞牙。第二个是情绪感染，就是我们的情绪会无意识地模仿别人的情绪，比如你看到别人表情痛苦，心情也会变得沉重，相反你看到笑脸，嘴角也会不自觉地上扬。当然捧了这么久直觉，其实它也不总是正确的。咱们之前提到乔布斯主导推出麦金塔电脑，当时很多数据摆在面前，说这款电脑销量不会好，但乔布斯还是坚信自己的直觉，结果就真的赔大发了。那什么情况下直觉才更有效呢？第一个是咱们熟悉的领域，毕竟我们在这个领域有更多的经验，就可能产生更准确的直觉。假如我是一个跳伞运动员，直觉告诉我今天不能跳，我要是坚持跳，可能就回不来了，因为这是潜意识捕捉了足够细节得出的结论。
第二个是有规律可循的场景。思考快与慢中提到，环境有规律可循，直觉才可以相信。比如咱们开车就很有规律，凭直觉就可以判断离前车多远才刹车，起步怎么踩油门最省油。第三个是感性占主导的场景，比如谈恋爱，有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喜欢上一个人了。心理学家迈尔斯认为，在选择伴侣的时候，依靠直觉要远远好于逻辑分析，它会开启你存储在无意识中的情感模式，帮你找到那个对的人。再比如，一个女人如果觉得她的老公出轨了，那很可能真的出轨了。不得不说，有时候女人的直觉准得吓人。我有个直觉，小伙伴们应该想知道如何更好的利用直觉，必须给大家安排上。这里有几个小建议：一、直觉不是冲动，直觉可不是说干就干的冲动，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。冲动是欲望在作祟，就是情绪到这儿了，上头了，不是经验处理的结果；而直觉是大脑根据经验对当前情境的解读，是一种可以被利用的技能。所以说你不能考试了还不看书，幻想自己直觉很准，不学哪来的经验，对吧？二、直觉应该去偏见化。直觉有时候很主观，而且有些经验本身就是错误的，所以在直觉产生的时候，先看看是否存有偏见。根据进化论，直觉的底层逻辑是保护我们自己，是让环境变得熟悉和安全，而不是主动去挑战环境。比如，四眼仔，我认得你。看来这位先生对戴眼镜的人士有很深的成见呢。没错，尤其是金丝眼镜。这种情况下就不安全了。我这么一个文员，戴金丝眼镜是很合理，也很合逻辑的。我戴着最好看，为什么你一定要针对我啊？三、直觉应该跟理性结合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都是直觉跟理性结合在一起的。心理学家约翰巴奇的建议是，如果这个决定并不是非常重大，比如要不要搬家，要不要买车，可以先听直觉的，然后在细节上用理性分析，搬到哪最方便，什么车更适合自己。而如果这个决定非常重要，就可以先收集建议，权衡利弊，然后静下心来听听内心的真实想法。就好比抛硬币，在抛出的那一刻，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。四、注重细节，保持敏感性。直觉的产生需要你有足够的敏感性，而敏感性就需要关注更多的细节。看 NBA 的小伙伴应该了解，在最后绝杀的时刻，往往是短短几秒甚至1秒钟内。这种情况下，好的后卫必须有出色的篮球视野，捕捉球场细节，跑出空位或者找到空位球员，一记妙传出手绝杀。所以经常关注和感受生活中的小细节，才会有更多灵光一现的时刻。五、正念训练，倾听内心。除了保持敏感，正念训练也可以锻炼直觉。这个词源于佛教禅修，是从坐禅冥想发展而来的，就是有意识的关注和察觉当下，但是不做任何判断和分析。乔布斯就长期坚持正念训练，在硅谷甚至很多企业开设了正念课程。具体的做法是，舒服的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找一个可以关注的对象，比如你的呼吸、身体的感觉或者一个声音，然后调整呼吸，逐渐放松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关注的对象。如果有其他想法干扰，不要紧，慢慢拉回来就可以了。每次10到15分钟。正念训练是探索内在自我的过程，不仅可以减轻压力，还能提高自我意识，强烈推荐给大家。爱因斯坦说过，拥有直觉的心灵是神圣的礼物，拥有理性的头脑是忠实的仆人。我们的社会荣耀了仆人，忘记了礼物。一些科学家预计，我们只能察觉到大约5%的认知功能，而其余的95%都游离于我们的察觉力之外。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需要苦心积虑的思考，考虑太多别人的意见。有时候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听从直觉带来的选择，没准是更好的选择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